土匪是靠天吃饭的吗？在湖北的大山里有这样一处川心匪寨，相传寨内有一对窝，会平白无故生出大米，养活了寨内几十个土匪。于是我们辗转几个乡镇，找到了当地老人指路，去往实地一探究竟。这对窝子呢，原来没得好大一点儿哦，全实际上已经挖上挖到它不耐米的了。里头来米啊？原来有讲究。哎，哦，说那里有米。秘境追踪探索极限，大家好，我是户外小北。现在呢，我们就是跟随这个当地的老人呢，给我们带路，去往这个川心土匪洞一探究竟，看看匪洞里面还有哪些遗迹啊。这位老年人呢，也是年过70了，现在在给我们带路啊。走的是以前这个土匪走的这个林间小道，我们现在是一行6人，老年人走在最前面。这洞口看起来不是好大哦。这边洞口小，那边洞口大。那里头以前是生活的哦。这是生活的。哦。哦。升那么高起来。哎，有4墙啊！哇塞，看这个洞，那就是洞口啊，这就是洞口，这边的洞口，那边的洞口，直接就是这么大个空间。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洞里面有很多遗迹啊，这边有一个10墙的房子，那边叫什么洞啊？对窝子洞。哎，我都是。哦。这个也公园的遗址呢，搞不清了。差不多100年大。就100年前那个里头是在里头能够挖得出来米。挖得出来米，就是没得好大，他混着都大帮碗米。你们当时老年人有没有在里头挖过米啊？哎，那是我们的，还是老爷爷讲的，他说是。哦，老爷爷讲的说那个里头挖得出来米。哎，挖得出来米。你跟他们去的？那这的那都没得路。就说杨村林子的割过去。对，割过去的。在那个洞里面啊。那个对窝子就在这儿的，我们一往那边几个台台，就那几个台台在那边往那就有多大？在这中它都几个灯台。往到那个台台那里。哎。哦。好，这里有一条林间小道，据说是走不通的，但是可以看到对面那个洞口的具体情况。哇，这里地势非常的险要啊！哦，哎，看它好险要啊！哇塞，从这里可以看到那个洞口，这个上面还有很久之前立的那个树桩，还有一个什么盒子，木盒子在这个上面。咱们这时候就到对面的那个洞里面一探究竟，据说那个就是当时这个土匪洞的核心部位。开干！现在我们从这个川心洞这样过来啊，这时候我们只有一行3人了。刚才那几个人呢去找那边的洞了，所以我们呢决定去这个川心土匪洞的核心，也就是对面的那个对窝洞。这时候要从这个林子里面呢这样斜着横切过去，然后再从那里往上爬，就可以到那个对窝洞里面了。咱们继续前进，去那个洞里面一探究竟，看看洞里面还有哪些遗迹。这个林子里面有很多这个荆棘啊，所以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可想而知啊，这当时的土匪呢，走这个路也是相当的困难的。这个岩壁上面有这个小台阶，但是台阶非常的狭窄啊。现在从这里横切过去，就可以到达那个洞口，然后再往上爬个30-40米，就可以到那个对窝洞了。这时候我们第一位好汉已经成为了先锋。
现在我又冲到了最前面，就是从这个岩壁的这个旁边有一条小道啊，这样一直往上爬。哇塞，看洞口就在前面，继续前进。啊，可以看到那个穿心洞呢，就是土匪的寨门，然后要到这个核心部位来啊，是必须要经过那个穿心洞，这样一路过来都是比较的陡峭啊。可以看到这个地上长着很多这个盐白菜，这个盐白菜以前呢也是一种食物，也是一种野菜，也是一种中药，但是大家一定不要去随便尝试，这只是一个传说罢了。咱们看这个洞是不是跟当时我们去的那个白莲教白骨有点像？看到没有，特别的像啊！据说那个对窝就在上面，咱们这时候就去看一下。什么东西？你看吧。哇，这个有意思，这怎么不动了呢？它肯定动啊！爬。地骨牛。咱们继续前进，这个洞特别的干燥啊，不知道这个土匪的米缸在哪里啊？我们继续前进。老人说的这个对窝可能就在这个上方这个平台这里啊，咱们逐步探索。好，开锁模拟嘞，干它！果然跟老人说的一样啊，这个洞的面积并不是很大，那边呢是有一个平台，而这边呢是有台阶爬上来。啊，这个前面好像是没有很深的洞道，但是它当时这里应该是建的有阁楼，因为这两边是水平的，这里应该是有一个阁楼的。可能当时在里面躲的土匪也不是很多，可能也就几十来人。咱们这时候就上去看那个非常神奇的，说有那个对窝可以挖出米来的那个地方，去看一下。哪里啊？哦，对，这样坐着。看一下。哦，有点像，有点像。那里像个佛啊，那个钟乳石。再好像没有其他的动作了。哦！我的天哪，真有这个东西啊！哦，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这个真的有那个石匠打过的这个痕迹，看到没有？这个下面是被扩宽了啊！他们说曾经有一个传说啊，就是说曾经这里的土匪了，他由于这里比较穷，然后没有东西吃，所以呢就在这里有一个这样天然的窝窝，说每次只要在这个旁边呢，什么做法呀，搞那么一个仪式啊，然后这里面就会有那么一窝窝米。但是后来因为这个米不够吃啊，每次吃不饱，所以他们就请了一个石像来把这个窝窝给扩大了。扩大之后呢，然后这个里面就最后是搞不出来米了，然后一滴米都不会出现了。说在这个窝窝这里会莫名其妙的出现米啊，也是这里当时躲在这里那个土匪的唯一的生活来源。你说这个故事扯不扯？我感觉还是挺扯的啊，但是确实是有这个遗迹存在的。看一下，我的天哪！你看这个下面，它是被那个细砧子雕琢过的，看到没有？这是一整块空地啊，看到没有？一整个平台。当时这里是有个阁楼啊，搭在对面的那个石头上面。这整体的面积差不多是有一个200来个平方。我的天哪！咱们看一下，这真的是有点意思啊！所有的洞道就基本上全部探明了啊！这里还发现了有这个五灵脂，五灵脂就是那个红白五鼠的那个粪便，它是一味中药。五灵脂，这里是比较险要的，我们不到边上去。非常感谢大家辛苦的观看啊！我们这个穿心土匪洞呢就全部探明了。它是有一个穿心洞作为土匪的寨门，然后过来了
是经过一个峡谷啊，最后就到了这个对窝洞。对窝洞里面有一个遗迹，就是这个一个石对窝啊，传说里面可以借米这样一个情况啊，现在全部太平了。但是现在我来了是搞了半天没看到有米出来啊，说明这个传说还是有待证实。好了，那感谢大家观看啊，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拜拜！储备应急物资真的只是说说而已吗？把我丢在野外可以生存多久？我准备的应急装备究竟有多硬核？接下来这个视频建议你立马收藏，因为这些东西是你必须要储备的，以备不时之需。秘境追踪探索极限，大家好，我是户外小北。今天我们不去探洞啊，今天呢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这个应急包里面呢究竟有哪些应急的装备。我敢说全网啊没有几个有我的这个包里面的应急装备齐全的。好，我们去找个宽敞点的位置，给大家看一下我究竟准备了哪些东西。现在呢，我就成功的是到达了这个洞口，我现在就在这个洞口了，为大家展示一下我这个包里面究竟有哪些装备啊。这个呢是一把砍柴刀啊，是平常进山开路用的啊，先丢在一旁。我这个包里面的宝贝啊，那就可非常的多哟。给大家看一下，最上面的呢，这个是帐篷。这个帐篷是怎样操作的？它是这样直接散开啊，非常的方便。它是折叠式的啊，撑起来很容易，就这样抖一抖，然后就看到没有？这就是平时供我们在外面扎营的这样一个小房子帐篷。这个呢是安全头盔，我现在把它取掉。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包里面的东西，我现在一件一件的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把它拿出来，然后后面呢再一一为大家讲解这些东西都有一些什么功能。这是一个睡袋啊，是8斤重的睡袋，可以抵御这个冬天的寒冷。这还有一个相机，这是备用相机。这个是相机的电池，这个就厉害了，这是一个太阳能的这个电源，看到没有？非常的方便啊，它是靠太阳能充电的，然后这个也可以作为充电宝使用。先丢一边，这个也是一些电池。这个就是给我们的电筒那些零散的电池充电的一个充电器。这是18650的电池。这个是望远镜啊，50倍变焦的。这个是一个小充电宝，这个充电宝是配合那个柴炉子使用的。这就是我们平常用来拍视频用的这个灯啊，电筒，特别的亮哦。这个就是这个柴火炉子啊，这个炉子下面有个风扇，非常的好用，是加强火力的。然后还有这个是大疆的无人机啊，平时用于飞一些航拍，所要的设备。这个是牛尾。还有这个是安全带，也就是平时锁降用的一些装备。这个是肩带，肩带就是挂着那个上升器的啊，因为天坑降下去要爬上来。还有这个安全绳啊，这个是静力绳，也就是平时攀岩用的啊。这绳子有点多，这个绳子是80米的。对，这就是下竖井用的。还有这个就厉害了，这是我所有的电筒，里面有7、8只电筒，待会儿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还有就是头盔，有3个头盔啊。好，就是这几个。这是有不同的粉丝来找我们玩一起探洞啊，
就需要的头盔比较多。还有这个是 DDD 它主要是我们一些电筒啊掉在洞里面找不到了，可以用它去探索一下啊。还有这个大家都认识啊，这是拖线板。为什么要带拖线板啊？因为我带了这个220伏的户外电源，这个电源呢就比较好用了啊，它是可以存0.6度电的，然后可以供我们笔记本啊、剪视频啊这些使用啊，非常的好用。然后上面还有一个灯儿，这个有点重啊。还有这个呢，就是给这个充电的，它是闪充。就是说用湿电给它充的话，只要2个小时就可以充满，非常的方便。还有这个就厉害了啊，这是笔记本，这个笔记本呢是平时供我们剪视频用的，它就是插在这个户外电源上面的。这是生活物资啊，这是大铁锅啊，大家都认识啊，背锅侠，这个也是必不可少的。还有这个是菜籽油，就是我们做户外的。真的是在户外特别能熬啊，1个月没有任何补给，我们是完全能生存的。这个是大米啊，也是户外生存的必要的东西啊。还有这个是渔户啊，这个大家也知道，我们要改善一下生活的话，是必须要去钓一下鱼。当然有了渔户，还差什么？还差这个。啊，这个就厉害了，这是钓鱼的渔具啊，改善生活就靠它了。还有没有？好，哦，再没有了啊。再就是这些，这一个补光灯刚刚摔亮了，这个是一个小闪神的带子。这补光灯是放在相机上面的，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它是这样用的，大家为什么能够看到我们那么清晰的视频，就是这样搞出来的，看到没有？这样拍出来的。好了，我们把这个先关掉。我这时候就来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些东西是怎么使用的。咱们看这个包里面有些什么宝贝，给大家看一下，这2只强光手电。2板电池，还有这里，这是这个大电筒的电池啊，然后这里还有一只我们称它为保命电筒，就是平时在山里面，万一所有的电筒没电了，就指望这一个，这个它可以带那个18650的电池，可以亮很久很久，就是这些装备啊。把它丢里面。我所有的电筒有哪些呢？有1个头灯，有2个头灯，然后这里面有3只电筒，然后还有这个大电筒，还有这时候我正在用的这个补光的这个潜水补光灯，然后还有这个电源，然后还有这个我刚刚说了特别的好用，它是不用任何充电的，它上面就有个电池板，它是自带充电的这样一个功能。这个我觉得大家家里面可以备一个，它就是停电了之后，你平时把它丢在那里，它就自己在充电啊，闲时备，急时用。这个百克隆户外电源也是的，这个你放在家里面它又不占位置啊，然后停电了之后它是可以有220伏的电的，可以维持你家里面基本的运转的，这个非常的好用啊。户外电源一定要备一个，它并不只是户外，比如说室内的话也是非常好用的啊。基本上所有的装备就是这些了，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实力啊，这个20斤的大米啊，10斤的油，然后在河里面钓一下鱼，基本上就可以在野外生活那么个把月是完全没有问题了。这个应急包啊，大家一定要备上。比如说我这个静力绳，大家虽然感觉用不上，但实际上你如果住在比较高的楼层哈，如果有起火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你可以把它往那个护栏上面一扣啊，然后直接一个安全带可以从10楼瞬间到楼下了，非常的方便。好了。那咱们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我的装备是不是很齐全？好，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一起讨论。
拜拜。悬崖峭壁上的土匪寨里隐藏了多少秘密？巨石围墙的后面还有哪些遗迹？进出通道100年前惨遭毁灭，如今寨内是何景象？今天咱们去往这神秘的龙岩寨一探究竟，一睹古代巧夺天工的石匠工艺。采用专业的 F2技术，按照这个原理进入龙岩寨的核心部位，大家起不起来？马上看看！这个岩壁看起来十分陡峭，但实际上过去有一条非常简便的路，就是攀上这个10多米的这个悬崖，从侧面有一条小路迂回过去啊。我们这时候在准备装备，要带的装备主要有这些40米的静力绳，还有战术头盔、背包以及专业升降的装备，再就是开路用的这个刀具。现在准备好了一切准备，下车！咱们的开路先锋依然是邢俊宇大哥，咱们依然是选自然锚点，不要破坏山体，从这里爬上去就可以了。现在已经穿好了所有的装备，一定不要模仿啊，这都是经过仔细检查的。我这边可以上升，收到，我已经登顶完毕。现在已经成功的上来了，这上面的风依然很大，马上就从这里爬过去，这里也要布绳了，必须安全操作。咱们看这个地方啊，因为我没有专业的装备，过去的话可以说是易如反掌，但是之前的人就是从这个石头上的这个窝直接这样手扶着过去，难度还是非常的大的。这下去大概有个5、6米的高度，我们过去的话，因为布个绳子，这样走过去是非常安全的。以前的人他没有这些装备，可以想象当时的人选的这个位置真的是易守难攻啊！只要把这里封死的话，是完全没有机会可以到达龙岩寨去的。可以。现在我已经过了第2道天险。这面很宽啊，这边很宽，大概是个2、3米的宽度。然后这个地上呢，就发现了有这个古瓷器，这看起来非常的久远了，因为上面连釉面都没有，是裸瓷，有很多。咱们继续前进。这里又有碗，看到没有？依然是这种裸瓷的古碗，这个应该是南宋时期的东西啊，这明显是摔碎了，这要是完整的话就不得了了，看到没有？没有底款啊，咱们继续前进，这里要一直匍匐前进，这样过去。大概高度是一个35公分左右，宽度还可以，差不多有1米宽。咱们看这种匍匐前进的方法是怎样的？它是用手这样撑出来，这用手把身体支撑起来和脚尖，然后整个身体全部立地，有一个活动空间只有5公分，这样往前一步一步、一寸一寸的往前挪的啊。注意看我这个方法，它是用这个手臂这样把身体抬起来，然后这个作为辅助，然后用脚尖把这个身体全部这样给它立起来，然后往前一步一步的挪动。因为前几天我这个右侧的第4根肋骨骨折了，才骨折10多天，可能有点痛，然后行进的速度就有点慢。咱们看这里，这就是这个龙岩寨的建筑工事。这个旁边有一堵石墙，这里有一个方形的窗户洞，也是它的瞭望
瞭望孔，这边有烟熏的痕迹，这个以前应该是在这里生活做饭的。这边过去的规模非常的大，咱们逐步来欣赏。哇塞，看这里，队友正在逐步的往这边前进啊。这边还有石门，这边还发现了有很多骨头啊，还有骨头，这边有很多骨头，这个应该是猪的骨头，这里还有陶罐碎片，这边依然是有一个天线。这以前应该是有木桥的，在那个位置有一个石杵，它应该是搭在这个位置的。这个上面呢就有一个方形的孔位，有2、3个，可能是做的护栏。看这个寨子应该就是核心部位了，地势非常的险要，凸透儿。大概只有40公分。据村民所说啊，他说这个寨子呢，最远可以追溯到南宋时期，是南宋时期建造的。但是我在这里发现了有这个钟神，这个就是棕榈树的那种钟丝啊，给它制作而成的。咱们可以看到这个石墙，它用的石料呢是采用了就地取材的方式，它是直接可以从这个洞顶呢，用那个石橛子给它敲下来。一是可以扩大里面的空间呐，二是可以直接做外面的围墙，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这边有这打的这个鼓炮眼，这个是用那个钢钎，再用铁锤一锤一转一锤一转这样搞出来的，然后后来就那个橛子铁橛子给它铁楔子给它扎出来，看到没有？这里就是一个还没有用那个铁楔子给它胀开的这样一个旧的遗迹，它就在这里用铁楔子给它挤，它是一个梯形的形状，这样挤它就会沿着这个石匠打的纹路给它崩开，崩出来的石头是非常整齐的，直接可以用于建造这个石墙。这里看起来非常的壮观啊，风景也是很不错的，就是今天的这个风有点大。然后再看这边，这里有很大一窝野生的葡萄藤，在我们湖北那边又叫它蛾子藤子。已经采用绳索技术，所有的队员呢都平安的过来了。这边的工事修筑了非常的完整，也保存的相当完整。它这边是采用了三合土和这个麦草这样填的这些石缝，这边还有个射击孔。咱们继续前进，这里空间有这么大了，差不多30-40个平方。而这里上边是直接抵住了这个洞顶。咱们看看前面，哇，看邢俊宇大哥，他这时候应该就是模仿的这个龙岩在当时的人射击的一个，我的天，这上面有摩崖石刻，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阿弥陀佛，这里写了一个阿弥陀佛，然后从这个缺口呢就可以瞄准下面，这样一般都是采用击瞄的方式，因为那个时候他没有八倍镜。实际上打下去也就是乱打一切，也不会打得非常精准。但是这个地势啊，看起来是非常的震撼，可以跟那个露营基地啊是很不相忘。哇塞，这边应该就是核心部位了，那里好大的空间呐，这里差不多有接近100平的这样一个空间。然后这里有生火煮饭的痕迹，这里有上下2个孔洞。一高一矮，师傅在这里打，徒弟在这里打，哇，这个设计真的是很不错。现在队友他们已经到前面去了，咱们一起去欣赏欣赏。这一面的石墙已经倒塌下去了，但是这个平台这个空地非常的大，可能有40-50个平方。前面什么情况？哦。这边的石块好大呀，
这应该是这个寨子的老大，就是住在这个位置的啊。好，谢谢。好，我们看到这个石块可能有重达1000斤的重量。哇塞，这边还有一个小孔洞，是通往哪里呢？有身子瘦小的人是能够过去的。这里明显也是人工码砌的，但这个石块真的是非常的大，可能每一块石头都不会小于1吨的重量。然后这边是被封死的，它可能那边是有东西的，或者是有别的用意，专门把这里封死的。这没有别的，哇，这里还有一个碗。OK， 这是一个跟现在的碗区别不是很大，但应该是个古碗，因为从这个地上散落的这些陶瓷碎片来看的话，年代应该是很久远了，因为这上面有这个青花。我们离地近一点，别把它搞碎了。看一下，这里有这个青花，这应该是用毛笔画的。找到一个古碗，这边是队友他们找出来的那个陶瓷碎片，它的直径，这个碗底的直径只有1寸见方。这个还有釉面啊，不知道是什么朝代留下的。哇塞，看这里，哇，这很精美的图案，看到没有？这里有一个，这个还有点款，但是这个款只有一半，看不清楚，看到没有？还有这里有一个，这很精美啊！哎，有点意思啊，好像就是这样搞着的，看到没有？这是像兰花一样的，它应该是个碗啊。哦，不是，它这个是好像，哦，是这样搞的。反正是一个很精美的瓷器，但是可惜的是碎掉了。这里那个，这就是青花碗，很漂亮。一个石杵，那里也有一个，可想而知，当年这里是有一根很结实的木料这样搭过去的，作为外面的栅栏，这样过去就非常的安全。那边的石墙已经完全倒塌，应该也是一个高3米，封住了洞顶。这一次的龙岩寨探索之旅到这里就结束了。在这个洞里面发现了有很多古人生活的遗迹啊，有陶瓷碎片，以及一些骨骸，还有完整的青花瓷碗。这个由于没有史料记载，不知道是什么时期留下的。据老人介绍，这个是南宋时期建造的这个龙岩寨，但是无法考证。大家一定不要轻易模仿啊！没有专业的 SRT 技术，不要去攀岩啊，搞这些危险的动作。你想看的风景，我拍给你看就好了。咱们这期视频就拍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观看，拜拜。